李文忠到底什么样的人？有不同的讲法啊。那认识他的人觉得他好人啊，而且过去以前的表现呢敢言啊。那这个国防院啊，他不是国防部，是国防研究院，他是等于国防部设立一个智库啦，算是智库了啊。那他的有很多职员呢，今天说替他抱委屈，说他对部署很好啊，而且呢他自己有10万块年终奖金，就发了给10个部署啊，一个人拿1万块走啊，剩下他替部署去争取了。国防部讲说年终奖金应该给人家，国防部说不行，没有这个法律依据，不能给啊。所以说这李文忠很好，对部署非常好啊。那这是一种部署的讲法了哈。那另外也有人讲他是挡人财路，而且把米虫筛掉。就是里面可能很多这个占着位置呢，这个不做事的人或者没有贡献的人，然后呢把人家财路挡了挡人财路经常会惹来杀身之祸的还有呢米虫升迁被挡了，说他讲健康，健什么康？装什么2根支架？李登辉都装了11根了，还活蹦乱跳，2根算什么？装支架人多了然后呢并不是健康问题这是一个借口那另外呢，反正老沈一定知道，李文忠是公运出身的，他在大学就搞学运了，所以唐湘龙不是说念了8年嘛，那这个头3年是外文系，后来呢英语绘画什么被三证了，后来又重新考，又考到这个台大政治系然后后来国际政治大概没有过那所以反正就搞学运，没有真的专心在念书了那后来又去搞公运。然后又当过国代当过立委后来去当了8年的退辅会副主委那他一直想到国防部了所以他认为他是民进党里面的懂国防专家，从立委开始在国防委员会那他的大炮性格，当时呢这陈水扁呢这个发生弊案的时候，他们也出来骂跟林卓水所以呢也被讲成11扣，然后对蔡英文呢什么论文呢也不满就是论文呢的确哪有这种写论文的所以呢，但是不过虽然这样，还是用他啦，还是用他当退辅会副主委，也用他当这个国防院的这个执行长嘛但是呢并没有给他很好的缺了所以说，但是就也给他的位置了。那说是因为顾立雄跟他处不好，顾立雄当国防部长嘛，那这个李文忠可能觉得我才懂国防我是智囊我是幕僚，我是这个你们的这个所以等于是智库我有很多意见开会的时候搞不好也是炮轰等等，所以呢，顾立雄要把国防院这只怪兽斩掉说他犯了大忌而且民进党说担心将来会有未爆弹那有什么未爆弹？第一个说他对属下很严格，就可能有些属下不满另外呢，说他跟他们一个女同事传的简讯呢，给女同事压力很大那简讯说什么呢？我可以带你到处游玩爬山，或带大家假如说你觉得我们2个出去太敏感，我们一起去，但是呢挂号是为了你才带大家了带大家是借口了，但是他类去去，但是是为了你但是你一定幼稚但你一直对我是应付，没有到底要去还是不去嘛，一句话嘛，对不对？除非你确定你有一点兴趣，我就会想试试。如果你没兴趣就算了，我觉得也还好你有兴趣我们就出去游山玩水，没有兴趣就算了。人生苦短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人生苦短，人事有限，寻觅不容易遇到对的人，现在遇到了又不一定有机会尝试确定，所以呢我生性豁达，洋洋无碍。你如果喜欢玩喜欢动，每个礼拜都可以带你。附了一首歌叫做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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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烦就这个真的很渣，这个怎么会这样？这个真的很渣。那我也不懂这个怎么出来的就是说反正就出来了啦就假如说那个女同事她一点兴趣都没有，你干嘛传这种简讯给人家呢？那传表示至少眉来眼去，可能还有一点意思，他会传嘛？那传怎么又弄出来了？就不懂，我也是看不懂他们到底什么关系那这个所以被认为说是骚扰了而且说女同事觉得压力很大，因为你是长官我压力很大。李文忠说歌词我传给40个群组，我想你也不是传给你也不是说你一个人我是要大家一起爬山，大家一起去爬山
哦，所以呢，这个并不是针对你嘛，哦，那他老婆也是个美女哦，听说以前是记者，是不是？是，她人漂亮，文笔又好。对，然后呢，他老婆之前反应也很不错啊。哦，说你是对你把我放到哪里去啊？他还需要别的女人吗？我就够了哦。所以呢，这个原来他老婆出来是这样替他辩护的了哈。而且他连衣服前后都要我分辨，他衣服前后都搞不清楚，什么都要我，对不对？他怎么还有可能去在外面找女友哦？那好吧，结果呢，现在因为传出这个，我想你这个歌，他老婆又说，他说他对不起天下的女性，这个我是不太懂。天下女性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就说他家教不严呐，就让他这边脸消微，然后就伤害到这些女生。他说他说这个本人家教不严，浪费社会资源，对不起天下的女生，我以后一定会加强世界，以最严格的道德标准，锻炼敲打李文忠。我这以后日子难过了。但是这个我也不懂，跟天下女生有没有关系了哈？那而且说她丈夫是家中大型障碍物，也不会手机，中文也不会打，怎么打出这些东西来呢？也搞不清楚。我们看一下。国防院前执行长李文忠的妻子陈德瑜6号深夜脸书发文写下：本人家教不严，浪费社会资源，对不起天下女生，未来会以最严格道德标准敲打李文忠。全因在这之前以健康因素辞去国防院执行长的李文忠被曝曾传讯息骚扰女同事，并私下约出门。我是约过我们的同仁说一起去爬山，因为我喜欢爬假日，我说那要找大家一起去爬山，这个有，但不是约个人。因为在这期间，李文忠曾传讯息给女同事，我说我可以带你到处游玩爬山，人生苦短，不容易遇到对的人。我的女同事都很崇拜我，就你不理我，甚至曾传送歌曲《好想你》的连结，让对方不堪其扰。事后，李文忠妻子一度力挺丈夫，强调李文忠连衣服前后都分不清，是家中的大型障碍物，很难成为渣男。但当事人却是这样说的：我拜托他，他也帮我做好了，好这样我会讲一些话，说有你真好啦，想你哦，好，这个我相信我有讲。随后，李文忠的妻子再度写下文忠的赖友经常接到邀约登山游玩，但除了自己以外，李文忠从未单独跟女性登山。看到文忠继续练笑话，非常生气，已经加法处置，未来必定继续惩戒。好，乃金认识他太太的？哦，认识，但不熟了哈。记者嘛，记者。德瑜呢很漂亮，然后呢文笔又好啊。嫁李文忠，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啦。听起来我也觉得很可惜。但是呢，就说因为当初他们在一起很久了啊，然后李文忠呢，他这一次啊。他对于他的新的赖清德当选之后，他的新的职务他是有期待的。一开始呢，就是传出来说他会去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啊，而且呢，他还跟几个关系比较好的跑军事的记者呢就说了他的职务的安排。就后来没想到呢，没有在不但没有在国防部，原来退辅会的副主委也换人了，然后到了一个智库的单位，就国防研究会，它就是一个冷衙门啊。这就做什么呢？好，就担任一个执行长的位子啊。但是李文忠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就是不只是他的很多的想法，跟顾立雄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包括他对于潜舰啊，他觉得潜舰你现在还用旧的技术去造未来能不能够因应未来需求的新潜舰，还有就是说。他对于赖清德政府的一些的做法，他也多所批评。我觉得最重要下台还是因为这个关键，绝对不会是因为什么他在这个群组里面发什么我想你的歌，或者是他发给女同事那些的语词造成他的去职。因为这个对于民进党来讲不算个什么事儿嘛。你说当初这个王必胜。他都已经有外遇了，而且还有小孩了，不是一样升次长吗？所以我觉得得不得胜心才是最重要的关键。我觉得这一点呢，实在是有点委屈了这个李文忠，因为李文忠在退辅会副主委任内的时候，特别是在赖清德选举期间的时候，他的辅选很用力然后他也常常在群组里面呢发出一些其实还蛮辣的这个语词去批判这个蓝白之间的很多的这个选举的一些的做法或等等啊。那德瑜呢，
他长期在就是比较有自由派色彩的这个媒体里面工作啊，然后性格呢，当然我觉得也是比较属于那种敢爱敢恨的个性啊，你才会去嫁给李文忠。李文忠的个性比较率性啊，你说如果说不是很率性，不是激进，有点就是。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不会想事情那么多，你也不会搞学运搞的这个台大念了8年啊，然后在那边就是在学校门口抗议啊，在当时的这个时候，李文忠在台大校门口的那个抗议，对于后来的这个学运呢是有非常的带动和启蒙的作用哈。那他今天写的这些的词哈，就是讲到就是说，当初李文忠一开始呢就会用这种脸消为啊，就讲一些疯话了哈，怕脆够了哈，就讲一些乱七八糟的哈。他说有一种男生，其实就像李文忠这样的男生，会用这样子的话呢去带动气氛。像他说到说，比如说他们一起去参加什么活动，看到那种比较。能干的哈，这些比如说摊的妈妈啦，摊贩就卖菜妈妈，他就会说她是我的女朋友啊等等之类啊。他觉得李文忠的说法就是说这样子可以带动气氛，他就觉得他没有一开始的时候就去制止李文忠这样的行为啦哈。所以我看到赵先生已经在皱眉头了，对，不接受，不是，我只想说老沈不服气了，对，不行，看出来了，看出来了，老沈现在已经摇摇欲动了，讲这个，我觉得啦哈，就是说其实从陈德瑜他今天为李文忠连续发文了啊。当然还是站在这个先生的这个立场了啊，他肯定觉得李文忠有一些地方呢是做的不对的哈，但是呢，相信呢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对于李文忠在不是他所愿意的这个情况之下啊，辞掉国防院的执行长这个位置，已经有点为他不舍啦。老沈，你。我觉得我跟李文忠蛮熟的，我知道，我们大概是同一个时间。你是不是11扣？我倡导有11个人是我把它叫成11扣。你骂人家的？不是，我要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这个历史到目前为止没有正确的定位什么叫11扣，因为他们很害怕他们都敢言嘛，敢反陈水扁，所以一旦有人点名说你怎么样，他们就溜掉了。11扣数目不够多嘛，所以我故意把它聚合在一起，给个标题，让他们跑都跑不了。这来龙去脉是这样啊，所以说我们要团结谁就骂他就是了。不是，他已经被定位为11扣，而且要以此为荣嘛，没有什么好逃的。但是我觉得李文忠这个人其实应该是名副其实的11扣，他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他敢言，不怕得罪人，而且呢忧国忧民，跟我一样，以天下为己任，跟我一样而且只是他做大官，我没有官可做，这个差别在这里。不过刚刚乃金讲的那些什么他是脸消委还有什么，我不是很同意到了这个年纪写那么长的简讯，而且内容是这样，我见过很多老人家老不休的脸消委的打比赛不是这个方式这个是有爱意在里面，有爱意，你看这个是有，绝对不会没有。你们觉得呢？真的啦你们觉得呢？是只是冷笑。我觉得有一些政治人物就是男性的这政治人物呢，自以为自己很有才气了帅气。然后呢，很喜欢就让这种用一些语词呢来去这个吸引对方。新潮流就有好几个，其实呢，这些男人。其实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耐烦，你知道吗？就是你写那种话，看着其实很烦。好了，对不起啊，大佬，请说，请说。我以为你有多英明，为什么只有政治人物的男人才会这样？不管你什么职业，很多男人都有这个坏习惯了，对不对？然后他就自己以为了不起，以为女人欠他还是吧？我刚刚要上来我在化妆室，我看到他们贴了一张公告，就是定义什么叫跟骚法。就跟骚法里头对跟骚的定义有8项，其中第1项不当的追求。你告诉我，什么样叫当的追求？什么叫不当的追求？不喜欢你就是当，不喜欢你就是不当，这么简单。让别人心生考验就是不当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李夫人也要稍微检讨自己一下啦。我觉得她对自己太有自信了。
他昨天讲的话，我很佩服啊，讲得非常得体，非常有自信。关键的安话搞好势，啊，你一定要讲遐有诶无诶，你是太看不起我了。老娘厉害啊，这怎么敢乱跑呢？啊，今天呢不到一天吃瘪了，对不对？吃瘪了，所以 you never know。除非你死掉以前，你老婆 never know 你到底干什么好事。有人死掉以后才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好吧，今天讨论到李文忠，每个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好，对他的评价也不一样哈。晚会以前是搞复运啊，完全我很多年没看到他，大概之前他第一次看到我，很多年以后，我很早就认识你了，我就跟你讨论过，我说讨论什么？妇女运动，哇，心里有一点紧张，到底是怎样？我跟赵大哥很久没见，但我们那时候刚出道之后做社运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到这个电台去，有机会看到赵大哥，当然是很开心啦。所以赵大哥不要担心，我们因为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自己看这个李文忠哦，他当然就是说做公运起家，他有一点在公寓在社运气质里面的男生的那种特质在啦哈。那我自己觉得哈，为什么在蔡英文刚刚乃金讲，就所以好像这个有一点跟这种性骚扰啊相关，好像在以前在民进党里面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我要讲，我认为赖清德是会关注这种私德的事情的。所以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些消息跟这些讯息会放出来，一定就是有人讨厌李文忠，那个讨厌不是只有顾立雄而已。所谓的圣意是可能是最上面的意思嘛哈，因为我一直相信我们的赖总统他在舆情的掌握上面，各种情报的掌握上面是非常的一个清楚的哈，包含就是说他在对于未来的这种，比如说一些县市长的一个人选的一个铺陈里面，其实这是一个他很重要的check 的一个指标。好，那当然这个李文忠没有要选啊，但是有传出这样的一个觉得让大家觉得不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之后，我觉得他一定会适度的把它放出来，然后让大家吵一吵，他就下来了这样子。那我要讲，我是觉得。当然，这个李太太哈，我是觉得她自己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女性啊哈。那作于这样的一个发言，我觉得护老公，我们通常会说也可以理解，但是好像以独立女性来说，来护到就是说她只是冷消委，我觉得这个又过度的帮她做一些掩饰。如果在前一段里面，赵大哥已经把他在这个讯息里面哦，就是李文忠写的这些讯息，我觉得根本就不一般哈，包含那个好想你那一首歌，讲是说后面来解释说发了非常多的一个群组，但是谁会在邀请这个女同事去爬山上面后面又加上这么多的这个话哈？我觉得这个是累积，应该不要讲累积，他原先就有这样的特质，他可能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如果这还是在一个群发的群里面，表示他已经做这件事情做到太习惯了。所以在他的一个工作场域里面，我就问啊，其他女生不是只有这个被传女生，大家都看到了，那你是不是有不舒服的感觉？还是从李文忠上任之后，都一直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所以啊，我们就回来看他们这个场域的这个性骚相关的、性平相关的这个委员会。有在运作吗？有没有接到相关的这个所谓的申报的这个，就是去这个检举的相关的一个案件？我觉得都应该在这时候拿出来做一下检视啊。亮君怎么看？我觉得当然看到这些文字啊，老实说，作为女性，其实看了真的是觉得非常不舒服啦。哈，那当然，现在大家就在讨论说，那到底这个到底状况是怎么样啊？那我觉得，当然现在李夫人也有出来讲啦，但是我觉得真的还是要提醒广大的不管是男性女性，其实都一样啦。哈，就是说在这个言语上面呢，其实大家都还是要特别留意哦。那至于说这个李执行长到底为何去职哦，我想大家都有诸多揣测啦，但是我觉得也不用太泛政治化。那接下来是在国防的整个政策上面能够有更好、更优秀的人才进到国防院里面，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配置。洪庭，你就作为男生，我觉得我刚想的跟晚会一样，就是说，你看这么多层出不穷的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性骚扰的事件也好，霸凌的事件也好，包括我们之前遇到霸凌的这个状况，那我开始回想起来，就是你看政府每次遇到一件事的时候，上一次是霸凌劳动部的时候，我们就说要把那个机制做好，可是真的做好了吗？
我们质询了那么多次，说要做到跨部会的去做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投诉的这个部分，你现在就可以看得很明显。如果李文忠看起来，李文忠讲说我不是只传给这个女性嘛，那表示什么？表示他所有的女下属都被他用这样的言语去做，不管是骚扰也好，不管是这个传讯也好，那大家不开心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有投诉的管道，那这不就是一种权势的霸凌，也是一种性骚扰？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我倒觉得说，如果今天有这样的风声出来，那我希望就是说，你民进党政府如果就像我所讲，你如果赖清德你真的那么认真的去面对这种事情的话，请你把那个机制建立起来啊，不然劳动部之前发生这些事情之后，霸凌的平台的机制好了吗？性骚扰的事件这么多，那些机制现在出来了吗？而这些事情一再的发生，那我就对李文忠这个人，我就觉得就是说，坦白讲，我认为至少要公私分明啦。你在公事上，然后传这样的简讯给下属，这是比较特殊的人格特质，我也不方便做评论。你觉得他是因为这件事情，还是因为其他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被拿出来讲？我觉得一定是其他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应该是说，也有人不满很久了才会把它放出来。对，我完全同意。我因为李文忠本来就是个大炮特质，而且他从头到尾就认为自己对国防的专业上面更是可以比民进党目前现有的人来要多，更何况他跟赖清德，他跟赖清德交情绝对是比跟蔡英文的交情来得更好，所以他在这个状况之下面，当然有点怀才不遇，那就是因为在很多的怨言，在很多的眼神，在很多的彼此之间的互动上面，一定是有很多让高层对他已经开始产生不满。他有很多的言论，说实在，对蓝营来说，还认为他大炮性格讲的还蛮直接的，我们有时候还是给他拍拍手的。那今天发生这个状况，也一定是在这个某种程度上，让这个上面的人可能说者无心，可是听者就是很有意，造成这样的结果。不过我还是要回应一下，刚刚那个李文忠这个状况，说实在的，以李文忠刚刚 VCR 里面有他年轻时候的照片，说实在，他年轻时候的照片也有才华，又搞过公运，又搞过那个劳团，又搞过什么部分，然后个性很帅气，长相不够帅，那这对不起哈，那这个是以前没有，不是你，以前有个性很帅的，被霸凌，没有，不是他，我是说以前个性很率性，也的确吸引非常女性，以他太太来说的话，就是被吸引多，但是他完全忘记的是那个物换星移当中，年纪渐衰，然后呢，在很多的权势，在很多的状况之下，以他过去那种模式，再来对这个群组里面的很多的人，真的会造成大家的不舒服。在场所有的女性都认为他这样的一个简讯，的确，如果说我们是他的下属，有权利对等关系的话，我们也觉得不舒服。那这个状况下部分里面，我还是要说，个性率性是一回事，但是长相帅气或许也是另外一个关键。我忍不住哈，再补充一下，我觉得他那个热等的里头简讯所传的讯息或者用词间，我认为哈，不是很多女人都不舒服，但是大家看了以后会觉得说，这个什么样的长官啊，这是很不得体啊！对啊，你在讲什么啊？你在讲会让人家看不起你啊，而说马上就不舒服的。我想，因为亮君年轻貌美，还没结婚，他会不舒服。很多老娘怎么会不舒服呢？还是不舒服，老娘还是不舒服。好了，你们这个都是主观的感觉，我无法跟你们辩论啊。我要点出一个客观的事实，最科学、最客观的，到底李文忠那2根支架放了没有？那李文忠说我放了，他老婆说医生说他很危险，所以我们要照他这个没有职位有赶快去检查，也许要放支架，到底放了没有？他们夫妻光是支架的讲法，时间上都不一致啊。好吧，这个医生会重视这个问题。休息一下再回来。2+2。